翻车了，翻车了，兄弟们，翻车了！你们期待已久的翻车视频今天来了。昨天来这儿装了一个浴室柜，然后上午装完的，下午客户打电话说：“兄弟，你赶快回来吧。你浴室柜装上了，但是我卫生间的门关不上了。现在我们来处理了。一天100块钱雇了个徒弟，然后说是专业给我扛工具包。算了，这我还给他分担了不少呢。你看，都是我自己拿的。跨上，走，100块钱白给你，上，哎，走，哎，又个压缩。孩子们是放了暑假了，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，带出来拉练还是有必要的。昨天安装这个浴室柜的时候，我都没觉得这个卫生间有个门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哎呀，这个门刚好关不上呀。目测这个尺寸呢，大概有15-16公分，错过这15-16公分，这个门就能关上了。总宽度不足1.5米的卫生间，这个浴室柜正对面还有一个马桶，这将来装一个马桶，上厕所的时候感觉都碍事儿，太挤了。业主在买浴室柜的时候也是按这个位置买的，我装的时候也是按这个位置装的，谁都没考虑到这个门，这也是咱们安装的失职呀。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插座，哎，光考虑这个插座了，把这个浴室门呢是忘得严严实实。就目前这个情况呢，也没有什么好补救的办法，只能拆了。拆了整体向里移20公分。业主大哥自己说，哎，装的时候呢是按自己的想法装的，但是装着就和想的就不一样，总得要出现点什么问题。安装这套浴室柜呢，一共是打了6个孔。柜体2个，然后进柜4个。如果我们整体向左移20公分呢，会露出来3个孔。这3个孔呢，后期要做美容。我们做安装的同行呢，可能大多数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但是遇到不同的业主，我们处理的结果可能截然不同。大致分为3种情况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安装好以后，我们又带了安装费走的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免费，我们重新安装一次，不收任何的费用。第三种呢，就是自掏腰包要把这个事情呢摆平处理掉。当然，大家想知道我今天是属于哪一种，我是属于第2种，我过来重新安装好，不收任何的费用，也不用自掏腰包。因为呢，客户也说在买的时候他也没有考虑到，他考虑也是在这个位置安装，但是我安装的时候呢也失职了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门。所以我们双方是都有责任的。再一个就是遇到一个讲理的客户，怎么都好说。对于这个事情呢，业主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也积极配合，我也单独跑过来一趟，搭油钱、搭人工，然后重新再装一次。其实考虑业主呢，业主在后期呢，可能在墙上要补3个洞，要找美容师，自己也得搭一部分钱进去。个人观点，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做到积极主动配合处理问题，而不是聚焦那些得与失，谁对谁错。得到的结果往往都是美好的。现在这个插座呢，只能从这里打个孔，后期他们装插座的地方呢，只能装在柜子的侧边。重新安装之前的6个孔，一个也没用上，都是重新开的孔。不过堵掉3个，那3个要做美容了。客户家的这个盘呢，刚才我们好几个人在那里研究了半天，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材质的。大家有没有懂的？这个盆到底好不好？感觉和那几年的亚克力盆好像非常相似。新盘的表面呢附着着一层油脂，感觉刮污非常严重，后期使用不知道会不会效果好一点。有懂的可以评论区科普一下，让大家做个了解，避免以后掉坑。好了，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。看着小徒弟挎包非常积极，像这样的小徒弟一天给他多少钱合适呢？